洞察局势，开启视野。这里是火力早报时间。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宣布开启战略进攻。乌美高层秘密会谈挺进达沃斯。特朗普祭出格陵兰关税。丹麦官方集体缺席达沃斯论坛以示抗议。在接受采访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希尔斯基明确表示，乌克兰将不再仅仅局限于被动防守，而是必须发起进攻行动。根据希尔斯基披露的2026年战略路线图，乌克兰将通过发起一系列中大规模的进攻行动，迫使俄罗斯不得不将极其有限的人力、武器和弹药储备投入到应付乌军的主动打击中，从而打乱俄方的资源消耗节奏。希尔斯基特别提到了乌军近期在库尔斯克方向的反攻成功，这证明了乌军只要集中精锐力量，依然能够对俄军造成难以承受的局部重创。然而，形势依然严峻。希尔斯基警告称，莫斯科方面已超额完成2025年动员计划，招募了40.6万名士兵，使目前对乌作战的总兵力维持在约71.1万人。另外，俄军还计划在2026年至少组建11个新的作战师，这意味着克里姆林宫准备在额外征召40.9万名士兵。同时，俄罗斯正加速将其工业生产全面转向战争模式，准备实现每天生产1000架无人机的目标。希尔斯基强调，目前并未看到任何和平谈判的实际迹象，双方都在为局势的进一步升级进行最后的资源博弈。只要经济允许，俄罗斯就试图通过人数优势取胜，而乌克兰2026年的核心任务就是尽可能快地消耗掉俄方的这些战争潜力。在战场火药味升级的同时，大国之间的外交博弈也从幕后推向了达沃斯的台前。乌克兰首席谈判代表、国防部长乌梅罗夫近日证实，乌克兰高级代表团刚刚在佛罗里达州与特朗普团队的核心成员完成了为期2天的密集闭门会谈。美方出席人员包括特朗普的外交特使史蒂夫·维特科夫，以及特朗普的女婿、资深战略顾问加里德·库什纳。乌梅罗夫透露，会谈的重心在于乌克兰安全保障与战后重建计划的具体落实机制。由于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的空袭，导致了大规模的断电断暖，这一紧急态势已成为谈判桌上的重要饼料。此外，泽连斯基也在晚间讲话中指出，如果俄罗斯真的对和平感兴趣，他们本应聚焦外交领域。目前，乌方代表团已启程前往瑞士达沃斯，准备在世界经济论坛期间与美方团队展开下一阶段的磋商。然而，本届达沃斯论坛尚未正式开幕，就已经因为特朗普此前的格陵兰岛宣言而笼罩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据彭博社爆料，由于围绕格陵兰岛的争端持续升级，丹麦政府已正式决定拒绝派遣任何官方代表出席本周的达沃斯2026年年会，这在跨大西洋关系史上是极其罕见的外交抵制。这场风暴的起因源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出的关税最后通牒。特朗普宣布将从2月1日起对包括丹麦、法国、德国、英国在内的8个欧洲国家加征10%的输美商品关税，并警告称，如果相关方不能就美国全面彻底购买格陵兰岛达成协议，这一税率将在6月1日起进一步飙升至25%。丹麦首相对此明确表示，针对领土的军事干预或经济胁迫将导致联盟终结。受影响的欧洲8国已于18日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美方做法是在破坏大西洋关系，并表示将团结协调予以对等反击。丹麦官员的集体缺席，标志着北约内部最核心的信任基石已经发生动摇。达沃斯这个原本讨论全球合作的舞台，正演变成一场欧陆强权对抗美国交易外交的阵地。大家认为，关于格陵兰岛的后续局势将如何发展变化？今天的早报到这儿就结束了。局势在变，我们的洞察不变。感谢大家的点赞和评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